比格短剧社。不用紧张，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畅所欲言，所有的诊疗内容都会严格保密的。我最近连续1个多月，每天晚上都做春梦，梦里出现的都是同一个陌生男人，可我明明都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白天精神恍惚，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你已婚，却长期出现这种持续性的梦境，应该跟你的婚姻状态息息相关。详细说一下你婚后生活吧。我和我丈夫结婚3年，但一直都处于分居状态，也没有夫妻生活，平时更是没什么交流。他总是不断的猜忌我、否定我，让我长期处在一个空虚和压抑当中。我感觉我自己真的快被他逼疯了。他怎么可能是他？和梦里的男人竟然一模一样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太意外了。意外？没什么，可能是太紧张了。这个呢，并不是你的错。长期的情感空缺、心理关系的缺失呢，会导致大脑会制造一层梦境来弥补内心的遗憾，这是很正常的心理投射状态，你没必要过度自责。可我试过让自己强行入睡，也吃过安神药，可我只要一闭上眼睛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就会出现，我甚至有时候都不敢睡觉。你这个是太焦虑了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出一份基础的心理疏导，后续搭配梳理的方案，这样的话状态会缓解很多。那麻烦你了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你一个已婚女人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，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我睡眠出了问题，来找医生做心理疏导。疏导？我看你就是闲得慌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天天就知道胡思乱想。我每个月给你大把的零花钱，住着大别墅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物质弥补不了精神上的空虚，你根本不懂我在煎熬什么。少拿这些矫情的话来搪塞我。我刚听人说，你看的还是个男医生。徐安宁，你是不是早就心思活络，借着看病的名义勾搭外人？我只是在接受正规的治疗，你不要侮辱我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10分钟之内必须到家，要是再晚回来，我就冻结你所有银行卡，不准你再踏出家门一步。这样畸形的婚姻关系，真的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今天看病找了个男医生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长期失眠多梦，情绪崩溃，不可以去看医生吗？崩溃？我看你是嫌弃我冷落你，故意在外面找别的男人寻求慰藉是吧？江晨宇，我们结婚3年，你从不关心我的情绪，如今我告诉你我心里出现了病症，你不关心就算了，还要用这么恶劣的想法来猜忌我。希望你记得，我也养了你3年，你就应该安分守己的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从明天开始，不准再去医院复诊，
我会安排保姆24小时的盯着你。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自由。我有，只要你还是江家太太，你的一切我说了算。姐，你今天这状态怎么这么差呀？昨天晚上跟姐夫吵架了？没有，就是没睡好。你就别装了吧，现在全公司都传遍了。什么传遍了？他们都在说你跟姐夫的婚姻生活不幸福，你还得了精神病，还偷偷去看了心理医生呢。没有的事儿，我就是正常去医院体检。你就嘴硬吧，真的假的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姐，我可好心提醒你，咱们现在是在大公司，那脸面最重要了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可别连累我啊，我可不想被同事们指指点点的。我自己的事儿会处理好，不会连累你的，知道就好。是谁？到底是谁传出来的？各位同事注意，今天我们总部来了一名新的总裁来接管我们公司，所有人去大厅集合。怎么会是他？昨天帮我问诊、知晓我所有秘密心理状况的医生，竟然是我们集团新来的顶头上司。是我们集团新来的顶头上司。从今天起，我正式接管顾氏分公司。我不管之前公司怎么样，在我公司里面，以后职场只看能力，不搞派系争斗，不兴谣言。高安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姐还真是厉害，跟刚来的总裁都能聊这么久，还真是会讨男人欢心啊。不会真有什么关系吧？不然怎么这老总一来就重眼观小的？那谁知道呢？他本来名声就不好，还偷偷看了心理医生。这总裁刚来，他都去跟人家聊。你说这一招我怎么就学不会呢？你说这一招我怎么就学不会呢？哟，姐，你的面子可真大呀！新总裁刚来都能被你约谈，工作安排而已，很正常。正常？那为什么公司这么多人都没被约谈，就你被约谈了呢？姐，你该不会是凭借着自己可怜的婚姻博取总裁的同情吧？佳瑞，你可以不心疼我，但你没必要跟着外人一起造谣诋毁我。又不是我一个人在说的，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你都嫁得这么好了，为什么还是不知道珍惜？你总是想着攀权富贵，不是你凭什么？我是你姐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？哼，你要是真清白，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说你？我就是看不惯你这副装模作样的作态。我问心无愧，这里是公司，以后不要跟我说除了工作以外的事。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，成了城西项目的负责人。你有什么能力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你还在这睁眼说瞎话。我的工作能力无需跟你多说什么，实心会胜利。行，那我就等着看你的证明，别到时候你项目做砸了，还连累我替你一起受罚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投入一件事可以让人沉静下来，这种感觉还不赖。你们公司的顾总对你很特殊啊。没什么，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接。圈子里都传开了，说你被总裁单独约谈，总裁还当众给你出头。轩儿啊，你现在挺能耐啊，讨不到老公的欢心就开始勾搭上司了是吧？江雨辰，你说话能不能尊重人？我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。正常的工作关系，你们公司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只偏袒你呢？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跟他乱搞，跟他有一腿呢？我没有，你为什么总是刻意揣测我？我揣测什么了？你天天像个怨妇似的抱怨自己婚姻不幸福，弄得精神都不正常，还单独约见男上司。就你这样的人，别人不非议你，非议谁呀？我精神没有问题，我只是工作压力太大去做心理疏导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在哪儿？谁家好女人偷偷的去做什么心理门诊，还单独的面见男上司？徐婉娘，我劝你安分一点，别因为那些不清不楚的问题给我们江家丢脸。在你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我们走到今天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相信我。少给我卖惨！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和那个总裁有任何的私下接触。他是我上司，工作对接我避不开。避不开也得避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会让你彻底上不了班。姐，昨天晚上姐夫是不是生气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告诉你的？这还用说吗？你在公司被总裁区别对待的事情，姐夫肯定听说了呀。姐，要我说呀，你就收敛收敛，别到时候这婚姻工作两头都没了。我没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有没有做过，那也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这要看大家怎么说。姐，你也别太自私了，你要是被江家追责，这到时候我跟爸妈都会被你连累。我不会连累家里的。那你就踏踏实实的工作，别总想着去攀权富贵，去博那个什么总裁的眼球。是顾总信任我的工作能力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行，你最清高行了吧？希望等一会儿开会，你不要当众出丑才好。什么会？每周的项目例会啊，你负责的城西项目要当众汇报啊，你不会还没准备好吧？哦，那个姐，我昨天晚上忘记告诉你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毕竟你的工作能力这么强。顾总，总裁项目汇报准备好了。还差一点，我昨晚有点私事耽误了。我可以赶出来，不会耽误会议的。正常汇报就行，有问题我回头你。本周项目例会重点听取城西改造项目进度。希望你直接开始汇报。好的，顾总。各位，城西改造项目目前全场场地已经100%完成，所有隐患全部排查。
合作方资质、施工团队备案、材料方审核已经全部完成，没有任何合规问题。目前唯一待收尾的就是最后的微调，整体工期完全跟得上计划表，不会延误交付。今天下班前，我会把最终的明细全部交齐，统一报备归档。进度把控很稳，风险预判也做得很到位。还有其他补充吗？暂时没有，所有环节都在可控范围之内，我会全程盯紧。这个项目遗留问题很多，漏洞很大，之前没有人愿意接手，自从你接手之后，整个案子顺利多了，完全超出我的预期。真的厉害，徐姐！之前大家都规避这个项目，你短短几天就处理得清清楚楚。对啊，数据、风险、对接流程全部明明白白，换别人根本做不到这么利落。很好，继续保持。那咱们今天会议就开到这儿，散会。姐，可以呀，现在越来越会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。正常汇报工作而已。正常汇报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顾总对你特殊照顾，别人做得好就是一般还行，而你呢，就是超出预期。我每天加班核对数据，对接合作方，每一步都是我踏踏实实走出来的。行，你厉害，你最辛苦。但是我劝你啊，别太飘，毕竟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。本职工作是不是本职工作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就等着吧，你的好运没有时间来会一直都在家里吃饭了，哥。顾总，这是补齐后的晨曦项目预算方案，明细、差价、备用金我都备注好了，请过目。数据核对严谨，差价原因也写得很清晰，备用预算也做得很合理，没有问题。我怕有疏漏，反复核对了3遍。对了，我今天早上看你汇报的时候，状态还是很紧绷，还在意之前公司的流言。多少有一点吧，大家都在看着我，我怕自己做的不够好，也怕连累你，到时候给您添麻烦丢脸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别人说再多，是因为他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之所以把这个公司重点项目交给你，是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的履历，工作足够严谨，足够细心，你值得这个机会。我明白了，顾总，我以后不会再被外界的声音打扰，专心好工作。调整心态，大胆的做，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。向好，我个比你高。谢谢顾总。后续项目初审我也会继续盯着，你继续推进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几天怎么没有来汇总复诊？工作再忙也要照顾好身体。我感觉最近状态好多了，睡眠也好了。果然，工作能治愈一切。你这是在阴阳我压榨员工？怎么会？谢谢你，顾医生。喂，若飞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姐今天彻底出风头了，这项目汇报做的特别完美，这顾总当众夸她，现在所有的公司的人都认为她的能力最强。哦，看来他还真有点本事啊！再这么下去，他在你们公司根基就稳了。就是啊，这本来大家都在传他的闲话，那现在可好了，全变成大家都在夸他了。我现在看着就不爽。你要是不想让他爬起来，就得趁现在把他拽下来。那我当然想呀，只要能打压他一头，我就听你的。快帮我想想办法。他现在唯一倚仗就是晨曦项目，只要项目出重大纰漏，
就算顾总再怎么看好他，也保不住他呀。这样，你找机会换掉他的项目备用文件，明天初审一出问题，他直接担全责。换文件？这不会查到我头上吧？放心，我帮你安排好退路，查不出来。事成之后，我答应你的晋升引荐和好处一样不少。行，那我就豁出去了。我今天晚上就找机会，我绝不能让我姐压我一头。那我就静候佳音了，等着看他的好戏哦。放心吧，他对我向来不设防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万劫不复。姐，下班了你还不走啊？你天天这么拼，累不累啊？明天项目初审，备用文件我想再核对一遍，稳妥点。哎呀，你那么严谨干嘛？谁天天看你的文件呀？哎姐，今天晚上公司团建，你真不去啊？我不去了，初审很重要，我不想出一点差错。那我就和同事们先走，你注意休息，不要太晚啊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徐婉玲，今天都快被你出镜了是吧？明天的项目初审出错，我看你怎么和顾总交代。你不是能吗？我这次倒要看看你没有了这正确的文件，该怎么对我此劫。顾总，你也这么晚？总不能员工在加班，我先走吧。你在等我？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下次别这么晚。这是老板该说的话吗？总不能让你在我这儿赚的钱，回头再在我的诊所消费吧？太晚了，我送你吧。哦，不用，一点小事。那麻烦了。为什么不听话？江轩，你干什么？疯了！你快放开我！不听话就要受到惩罚。好，开始晨曦项目初审，直接核对落地备用文件。各位，这是本次项目落地执行的备用方案，施工明细以及材料配比清单，所有内容均按照前期审核标准整理来。对呀，这材料数据完全对不上，施工参数偏差巨大，材料配比也完全不对，这根本没法落地施工啊！不可能，我昨晚反复核对了3遍，数据绝对不会出错的。你确定这是最终文件？我确定，我昨晚加班逐一核对，每项数据都精准无误，绝对不是这份文件。姐，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熬夜太晚了，所以才导致文件出错呀？这么重要的初审可不能马虎啊！我没有出错，我整理的文件不是这样的。好了，会议暂停，10分钟之后再回来。
别慌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昨天晚上你整理完文件之后，有没有谁靠近过你的工位？昨天快下班的时候，只有嘉瑞过来找我聊了几句，问我为什么不去团建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人靠近我的工位。你确定你全程下来没有离开过工位，资料没有离过手？我全程都在工位上整理资料，中途没有起身，文件就一直放在旁边。我确定我提交的就是正确版本。也就是说，全程下来，也就只有你妹妹有调取你资料的机会。不可能，她是我亲妹妹，就算平时看不惯我，也不会故意想毁掉我的工作，拿公司项目开玩笑。职场嫉妒最容易让人失衡，你近期频繁被我公开夸奖，难免招人记恨。我相信你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。我会让人调取办公室监控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刚刚所有人都在质疑我，我都快解释不清了。放心吧，安心等着，真相自然会大白。我不允许我任何一个员工平白对对。刚刚行政核查了昨日办公区晚间监控，事实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徐婉宁昨日整理的文件完全无误，是有人恶意调换文件，故意制造工作纰漏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这也太恶毒了吧！差点让姐姐背了这么大一口锅。昨日团建只有你短暂离岗，并且返回办公区，也就只有你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徐婉宁的办公区文件。监控已经完全记录你的所有行为，你还要继续装无辜吗？我没有，顾总，您不能仅凭这个监控就断定是我干的吧？我昨天晚上确实是返回来了，但我只是拿了个文件而已。嘉瑞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？我知道你惯不惯我，可你为什么要故意陷害我，让我丢掉工作？恶意篡改公司项目文件，扰乱公司核心工作，性质极其恶劣。从即日起，许家瑞停职，等待公司人事部进一步处理。不要啊，顾总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您别开除我。职场容不下私心算计，做错事情就要承担后果。顾总，我真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就是太嫉妒姐姐了。我嫉妒姐姐这么优秀，才一时冲动做错了事儿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毁坏公司的利益。职场失误可以包容，恶意算计绝不姑息。徐家瑞，你利用私人恩怨，恶意篡改公司核心项目，差点导致公司的核心项目崩盘，公司亏损。这不是冲动，这是品行问题。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顾总求求情？咱们是亲姐妹，你忍心看见我被开除吗？我就算一直包容、迁就你，嫉妒我、和我拌嘴，我都可以不放在心上。可你明明知道这个项目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才做出来的，这是我在公司唯一的机会，你还是毫不犹豫的毁掉。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我是亲姐？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针对你了，我以后踏踏实实的工作，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？没想到亲姐妹竟然这么恶，陷自己的姐姐。这下彻底了，触犯公司底线，肯定留不下来。
好了，不用再纠结了。人事稍后会下发正式通知，许家瑞停职待考，所有后续处罚按公司规章执行。会议继续，徐婉宁，你重新提交政策文件，复盘项目方案。好。姐，你真的这么狠心，眼睁睁的看着我失业吗？我不是狠心，是寒心。刚刚在会议室，所有人都质疑我、否定我的时候，只有顾总相信我。是我最亲的人，却在背后捅我刀子。换作是你会原谅？我就是不甘心。凭什么你能嫁入豪门，你能工作顺利，你能得到顾总的特殊对待，而我呢？我明明比你年轻，我比你工作努力，为什么我只能活在你的阴影里？你只看到我的光鲜，看不到我背后的苦。我在婚姻里的冷暴力，深夜的崩溃，一遍遍核对工作，你全都看不见。你的不甘和嫉妒，不该成为伤害我的理由。行，你清高，你善良，你不帮我是吧？好，那我也实话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完。你还想怎么样？还想怎样？我被停职，我脸面尽失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行，你不让我好过是吧？那你也别想好过。我现在就给姐夫打，你要告诉姐夫你和顾总的特殊关系。你别胡闹，我跟顾总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。上下级关系，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反正大家都已经传开了，只要我再添麻，你就等着姐夫收拾你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没事，顾总，就是有点累。刚才我看到你和许家瑞又在争执，他又说什么？他威胁我说要给我的丈夫打电话，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，还污蔑我跟您的关系不清不楚。不知悔改，你不用害怕。我不怕自己被误会，只是不想再无休止的吵架，让本就破碎的婚姻被推到绝境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如果他继续再找你麻烦的话，我可以出面帮你解释清楚。别了，顾总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我不想再麻烦您，也不想您因为我被别人乱说。徐婉宁，你记住了，在公司里面，我是你的上司，无条件护着我的员工是我的本分。在私下里，我也不允许任何人恶意重伤你、欺负你。所有人都只看得到我的窘迫和光鲜，只有他一次次看穿我的脆弱，毫不犹豫地为我撑腰。这场无人知晓的偏爱，早已悄悄治愈我灰暗的人生。还在担心许家人说的话？我丈夫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我说的话。你没必要害怕，我们本来就是正常上下级的关系。你不懂，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场误会，现在加入再去挑拨，只会更糟。如果他再找你麻烦的话，不用忍，都推到我身上就好。
我早就习惯了，我忍了3年，只是不想再因为无关的事去吵架。我可以出面帮你解释清楚。别了，越解释越像掩饰，只会让别人更误会你。喂，姐夫，你快管管我姐吧，我姐现在太过分了。他又干什么了？她现在在公司跟那个新任的总裁走得特别近，全公司都在传他俩有关系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开会的时候，总裁还对她特意关照，还护着她。他又在外面丢人现眼了。何止是丢人现眼，我今天好心提醒他，他倒好，他还反过来算计我，现在我还被停职了呢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你再不管管我姐迟早会给你出问题。知道了，我晚上回去问他。知道了。今天在公司，你又闹出什么幺蛾子了？只是正常工作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正常上班，上什么班会让上司一次一次的袒护你，让全公司都传你们的闲话？同事胡乱造谣，顾总只是秉公处理，他对每个人都很公平。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徐佳瑞都和我说了，夏日因为犯错被停职，所以他心里不平衡，在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。你能不能别相信他说的话？汤有不爹无后代，你天天出去招摇鬼混，跟那些男人眉来眼去，你把我们江家的脸面置于何处？我只是正常工作，没有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。你为什么永远只会指责我？因为你不守本分。行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给我在家待着，不准出次。你凭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？那是我的事业。我够你吃，够你穿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我说不准就不准。让我就离婚。好，那我们不说这个，说点别的。今天我听说顾氏停工了半天，就因为你这点破事儿。是项目复盘，不是破事儿，只是耽误了20分钟。20分钟？你知道20分钟会让顾氏集团损失多少钱吗？哎，他顾燕辰是总裁，又不是慈善家，他这么做图你什么呀？图我能把项目做好。如果你要是揪着这个不放，那我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。好，那咱们说点能说的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停掉你所有的银行卡，你的司机也别用了，我亲自送你去上班。那是我的工资卡，我没有用家里的钱。这个家里连空气都是我的，你的工作、你的脸面、你的时间全都是我给你的。工作是我面试进的，项目是我熬夜做的，你带给我的只有枷锁，不是能力。我明白了，是顾燕辰给你底气了，是吧？行，我明天去会会，我要让他看看动我的人是什么下场。我不是你的私有物，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丢的只有江家的人。江家的脸早就丢尽了。你知道现在全城都怎么说吗？说我管不住自己的老婆，我的老婆跟别人眉来眼去。那是你的臆想，不是事实。你要是容不下我们可以签离婚协议。想离婚？你想得美！
我要让你看看，你这一点可怜的自尊是怎么被我碾碎的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哪也不许去，就待在家里。如果明天我不辞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我就把你锁在这间屋子里，等你想清楚了再说。我倒要看看，是顾燕晨的手更长，还是我这四面墙更厚。你除了囚禁我，还会别的吗？对付你这种不听话的东西，这种办法最好。明天开始，你哪都不准。是我。明天上午我要见顾院长，不用预约，直接去前台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徐婉宁是我江城里的福，谁也碰不住。多招几个人，弄得阵仗大一点。我要让陆彦辰看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人敢跟我头上动土。我再吩咐你去做另一件事情，这几天查查徐婉宁的行程，尤其是他和顾彦辰单独见面的次数。我要确保的证据，你别拿些工作东西来糊弄我。只要证据到位，我不介意让顾世强架在正当几天。我让你知道，做你的人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听说了吗？徐婉宁老公要来公司闹，原来家里这么乱，我倒是好奇这次顾总还会不会做。他这下完了，私事儿闹到公司，谁的都不做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一下，您有预约吗？我来找你们顾总，我是徐婉宁的丈夫，我就想问问他一而再的再而三勾搭我妻子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江晨宇，你赶紧走，别在这丢人。丢人？真正丢人的人是你吧？我就是顾远辰，有事你可以跟我说。顾总是吧？我想问问你，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偏袒我的妻子？我偏袒的是顾氏优秀员工，不是任何私事。私事？他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？我这个人行事光明磊落，不信你可以对质。对峙是吧？你打架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顾远辰，别以为你当着公司这么多人的面就可以肆无忌惮！你勾引的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妻子！江成宇，这里是顾氏集团，不是你江家后花园，要撒野给我出去撒！还得提醒你2点：第一，徐婉宁是我顾氏的优秀员工，不是你的私隐人；第二，我若想抢，不必你等到你笼络他3年之后再抢。徐婉宁啊，
你看看，你看看他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你还真以为他看得上你？他只不过是可怜你罢了。他是否看得上我与你无关。张成宇，今天以后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什么？保安，宋克，若他再敢骚扰范红须，直接报警。是。硕娘，硕娘，你给我回去！你不给我回去，打断你的狗腿！手怎么这么凉？怕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丢脸，让你和公司的名声都受影响。抬起头来，你不需要为别人错误买单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刚才敢站出来反驳他。谢谢你，今天如果没有你，没有我，你也能做得很好，只是以后别再对我说谢谢两个字了，我不喜欢。那我说什么？说你在。顾总，还没睡啊？声音怎么有点紧张？没事，只是有点语塞。徐婉宁，你在发抖，你怕打雷？把扩音打开，我给你放首曲子，或者我过来陪你。不用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保护下属的心理健康也是总裁的职责。地址发给我，10分钟后到。喂，物业。今晚之后没有业主授权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徐婉宁的住址，包括她的前夫还有妹妹。婉宁，你来啦！昨天江总没再找你麻烦吧？没有，谢谢关心。你不知道，昨天顾总护着你的样子简直帅炸了，大家都说顾总以前从不近女色，对你绝对是真爱啊！别瞎说，顾总只是公司分明。顾总。坐。睡得好。很好。嗯。昨晚谢谢你没上来。是怕我上来，还是怕我不上来？好了，我逗你。这份预算报告有一些小漏洞，你改一下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有个饭局，你陪我去一下。我陪你去饭局？对方是城西项目的材料供应商，脾气比较古怪，只认技术，
到时候你陪我去，你负责技术，我负责旁听。这算是工作考察，也算是实地演练。行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顾总，这徐经理这是又能干又漂亮。不过听说最近家里有点风波，这女人嘛，还是得要有个依靠。像顾总您这样的，酒喝多了容易糊涂啊。徐婉宁是我顾燕城新顶的项目负责人，他的能力在业内都是顶尖。你要是谈合作的话，咱们就谈合作；你要是谈私事的话，这顿饭咱们到此为止。顾总别误会，我就这么随口一说。我看你不是随口一说，是存心不良。婉宁，不必理会这种杂音，我们走。顾总，顾总，今天辛苦你了。其实赵总那些话我已经听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习惯不代表就可以忍受。徐婉宁，在我面前，你可以不用那么坚强，也可以不用总说谢谢。那我说什么？说你不喜欢这种场合，说想让我多护着你。顾总，其实您不用下来的，我自己可以。觉得下来挺好的，至少这里没有外人。你可以不用叫我顾总。那我叫什么？叫我燕晨。燕晨。很好听。不过以后在外面还是叫我顾总吧，我不希望任何人抓住你的把柄。这两个人绝对有问题。看顾燕城看傅眼神的发丝了。我得赶紧留下证据，我要让江晨宇发疯，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好一堆奸夫淫妇啊！啊！我还没签字呢，他就爬上别人的床了。姐夫，这可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。你看顾总看他那眼神儿，我可从来没有见顾总对谁这么温柔过。姐夫，姐姐怕是早变心了。
变心？不，我江成宇得不到的女人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他不是傍上顾燕成了吗？我要让他知道，离开了江家，离开了这里，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把这张照片发给我，快！徐婉宁，照片收到了。你别以为傍上顾燕成就高枕无忧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让你一步一步的身败名裂。喂，江成宇收到一张我们在哪里实验过的照片，还说要让凌晨10来你。不好意思，连连着。我在楼下，下来或者我上去，选一个。怕了，有点，但看见你就不怕了。婉宁，你听我说，明天江成宇会做什么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怎么知道他明天要做什么？他这种跳梁小丑，只会使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。婉宁，我不想做你背后的靠山，我想站在你身边，跟你一起来。为什么跟我这样？婉宁，无论明天发生什么，不要出公司，不要面对任何问题，交给我。但如果事情闹大，影响你的声誉怎么办？我的声誉不需要去容忍一个跳梁小丑，相反，维护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抱歉，这里是私人办公室，禁止采访。徐婉妮女士到了吗？请问她是否插足上司的婚姻？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？他们怎么进来的？江成宇买的料，不过没关系，既然他们想看，就让他们看个够。江成宇买了几个娱记，想炒作你的绯闻。我已经让公关部发了律师函，并且通知了警方，以侵犯隐私和商业机密为由，清理了楼下闲杂人等。就这样，他不会死心的。所以我们要给他致命一击。婉宁，配合我演一场戏，你敢吗？敢。
只要你在，我什么都敢做。公关部拟一份声明：第一，澄清徐婉宁女士城西项目数据完全属实，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。第二，针对江晨宇先生恶意造谣、诽谤、干扰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，顾氏集团将会提起法律诉讼，索赔1个亿。顾总，索赔1个亿的依据是？依据是他恶意竞争，导致我公司股价波动以及名誉损失。还有，通知行政部，今天下午我要和徐婉妮女士一起出席晨曦项目的奠基仪式。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谁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领者，谁才是他背后值得真正信赖的人。喂，双飞姐，顾燕晨他太狠了，他要去告姐夫，他还要带徐婉宁去出席奠基仪式。好了，这一下把姐夫的脸往哪放？蠢货！顾燕晨这就是在宣示主权。既然软刀子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我拿到了徐婉宁之前在江家的一些私密照片，虽然是 PS 的，但只要能发出去，足够毁掉她的口碑。你找人，就在奠基仪式现场发，我要让顾燕晨当众下不来台。行。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女人说的任何话，她就是个不知廉耻。徐婉宁早就跟顾燕晨厮混在了一起，还伪造了这些项目数据。我有证据。江晨宇，你的表演该落幕了。第一 ，PS 照片痕迹我方鉴定报告已出，随时供媒体查验。第二，关于项目数据，审计组已经进场，随时供查验。第三，我顾燕晨的女人还轮不到你来污蔑。徐婉宁不仅是我最得力的助手，更是我心悦之人。我们之间的清白无需向你证明，我们的感情也无需向你报告。现在，请你带着你的肮脏手段立刻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在监狱里反思一下什么是尊重。你给我等着！现在你满意了？那我全城皆知，风光无限。又是网上那些照片，都是恶意造谣、断章取义吧？断章取义？那么多清晰的监控画面，难道都是伪造的？只是工作对接场景被人刻意抹黑，顾总已经当面澄清了，法务也在追责造谣者。他当然要澄清啊！难不成把你们做那些丑事都摆到台面上去？江晨宇，你能不能讲一次道理？我和顾总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私情。
没有私情，没有私情，那个男人为什么一次一次的帮你开脱？没有私情，你为什么一次一次的袒护他？我是为了自己的尊严。尊严？你在外面撩着别的男人，脸面都丢尽，你好意思谈尊严？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你可以不信任我，但你不可以故意诬陷我。好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辞职，回归家庭，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好，好的很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你也别怪我无情。还想怎么样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停掉你所有的银行卡，我要冻掉你所有的开销，包括这房子，也是我的资产。你不配住，给我滚出去！你要赶我走？是你逼我的。你在外面舍得那份工作，舍得那个男人，你也不要这个家，那你就彻底给我滚去！3年的婚姻，我任劳任怨，安分守己，从来没有过半分过错。是你多疑，是你偏执，是你从来不肯相信我。既然你这么容不下我，那就离婚吧。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？是你亲手一点点毁掉我的婚姻。行，既然你不在乎，那就离婚。离就离。你还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了。是你先不守本分，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。我从头到尾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，是你被流言蒙蔽双眼，是你从来不肯相信我。我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的结果就是你在外面跟那些男人沾花惹草，让我沦为整个圈子的笑柄。工作交集而已，你非要扭曲事实，我也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，那就是默认。既然你答应离婚，就立刻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不用你催，这3年我寄居在这里，我早就受够了。我供你吃，我供你穿，我给你地方，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你不知道感激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的施舍，是尊重和信任。这些年你给我的只有了暴力和猜忌，我早就撑不下去了。行，就继续嘴硬。明天我就让律师拟好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，1分钱也别想拿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只要自由。装什么可怜？带这几件衣服就想走？徐婉宁，你看看这房子里哪一样东西不是我买的？你今晚带走一个发卡，这叫偷？这3年我穿的用，就当是我的卖身钱。这箱子是我自己的，衣服是我拿公司买的，我不欠你什么。不欠？你自己的名声毁了无所谓，我们江家的脸也跟着你丢尽了，这还不叫欠？这样，把离婚协议签了，
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苏海娘，你真以为顾燕琛会珍惜一个离了婚的废物？他就是玩玩你吧。等到你人老珠黄被赶出去的时候，你连要饭都没地方去。比起在你这儿当个摆件，我出去要饭也能解决腰杆。钱我可以欠，但属于我那一部分的财产，分也不能少。法庭上见。法庭？你真以为你有那个精力跟我耗，会在整个圈子里封杀你？没有人敢录用你，也没有人敢收留你。试试，这3年也受够了。现在哪怕是睡大街，为这。好，你有种，你滚出去就别再回来！手怎么这么抖？冷吗？不冷，就是觉得有点不真实。我终于解脱了，对吗？以后没人再逼迫你回到那个地方。我除了身上这件衣服，什么都没有带走。我是不是很傻啊？这不是傻，是有骨气。比起身外之物，我更看重你这份决绝。可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工作虽然还在，但刚才江晨宇说要让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那就换个圈子，或者到我圈子里来。我这边没人动得了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一次次的帮我，甚至于为了我不惜得罪江家？我只是你的员工。如果只是员工的话，我今天不会深夜到这里来。小婉宁，我护住的不是一个员工，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我动了心的人。动心？什么时候？第一次在诊所里面，你低着头，明明委屈的要死，却还在逞强。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护着你。也许只是怜悯。怜悯不会让我在这儿，怜悯也不会想让我吻你。但我现在不会，等你安顿好了，等你忘了那个男人的脸。如果到时候你还在看我，再吻你。顾燕晨，现在除了你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怎么样？现在感觉好点了吧？这房子是你的？这属于公司的闲置房，现在划拨给你住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我要是住这儿，别人会说的更难听。那就让他们说。这房子产权在法律上是公司租赁给核心员工的福利房，谁敢嚼舌根，我扣他年终奖。婉宁，别想逃跑，也别跟我客气。
你现在的处境，收下他是最理智的选择。理智？我现在的理智就是接受你的施舍。这不是施舍，是交换。我现在需要一个专业的项目负责人，你需要一个安稳的窝。你用你的专业知识交换我给你提供的资源和环境，这很公平。可你刚才说……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，但现在我只想说工作。万宁，我想的是你可以依赖我，但不能依附于我。这个房子是让你休息的，不是让你躲起来的。好好睡一觉，挺直腰杆，明天起来该干嘛干嘛。好，我明天就开始上班。项目终审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才对。至于江晨宇那边，我已经让法务部拟好了函，如果他要是敢骚扰你，或者影响公司运营，我不介意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混不下去。你又为了我去得罪别人？这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护短也是总裁的特权之一。对了，这里的生活用品全部都配齐了，直接拎包入住，不用繁琐的程序了。谢谢你，你真的帮我太多了。我只是不想让认真生活的人被现实逼到了绝路。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睡醒之后又是新的一天。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好好完成程曦的项目，站稳脚跟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密码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姐夫，我姐昨天真的连夜走了。从今以后跟我再无关系。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签离婚协议啊？我姐会不会不甘心，一直拖着不签呀？我今天已经让律师拟好了协议，他必须签字净身出户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还是姐夫做事果断，我姐这次太过分了，离开了您，她什么都不是。他最好给我安分点儿，如果他敢对外乱说话，抹黑我和江家，我绝不轻饶他。放心吧，我姐这次没这个胆子了。不过我听说昨天是顾总亲自把她接走的。果然，他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。婉宁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昨天彻底跟老公离婚了。都处理完了，不会影响工作。你也太坚强了吧！这是换谁都没心思上班。难怪你一直拼命工作，原来早都不靠家里了。喂，若飞姐，计划成功了，我姐和我姐夫彻底离婚，被净身出户了。做得不错，现在他没了婚姻加持，只剩顾总撑腰，更容易拿捏了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我想彻底把他赶出公司，我好复职啊。城西项目
马上终审，你找机会制造一个致命漏洞，栽赃给徐万年。初审出错，那他不彻底完了吗？项目崩盘，就算顾燕琛再护着他，也保不住他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找机会动手。姐，忙着呢，终审定稿了吗？还没，在做最后的数据交叉验证。验证？省省吧，顾总就算再怎么护着你，也护不了一个数据造假的人。你猜我刚刚去数据库看见了什么？我没兴趣猜。如果你只是过来嘲讽，那请回答。别着急呀，我看见了你上周四拷贝文件的记录，你电脑里的那份原始模板创建时间是凌晨2点哦。凌晨2点改数据，你这心思可够深的呀。明天评审组要是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。你这是商业欺诈。周四我在陪客户系统登录 IP 是外网，那是远程更新。至于2点，那是我赶案方案睡着了，睡前临时存的档，监控都可以查。哼，你这嘴皮子可真利索。可惜啊，明天我不会去现场。我会给评委组寄一份特别的附件，里面是你原始的错误数据，到时候你拿什么证明那是假的？顾总总不能当着全行业的面说评委眼瞎吧？所以你处心积虑就是为了明天一击？对，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从神台上摔下来。顾总就算再想保你，他也得掂量掂量公司的股价和声誉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，那份附件我已经提前发送到几个评委的私密邮箱了。明天好戏开场了。你就不怕顾总追查？追查？邮件是匿名的 ，IP 是跳转的，他从哪儿查？就算是他查到，我也只是一个关心项目的前员工，他又能拿我怎么样？姐，这一局你输定了。顾总，是我。刚刚许家瑞来过了，透露了终审的陷阱。另外，我拿到了他操作痕迹的线索，是一串加密的服务代码。对，我记下了。明天务必要他到场。许经理，第3页的建材损耗率和我们收到的补充邮件数据相差了15%，请你解释一下哪个才是真实的？各位领导，所有数据以我方纸质版为准，所以补充邮箱并非我方发送。可邮件里附带了你的工作日志截图，时间戳非常清晰。许经理，这不是小事，涉及职业操守。
邮件里的日志截图伪造得很精妙，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系统的底层逻辑。我们故事的内网系统每次存档前都会自动生成一个16位的哈希校验码，是唯一的。技术部，各位，现场核验，徐经理提交的中版文件哈希码为 A9F3CB2D。现在我们调取后台记录，后台显示该文件自创建后未被篡改，哈希码匹配。那邮件里的数据是怎么回事？邮件里的文件哈希码完全不同，且溯源发送邮件为临时境外代理。但我们在徐家瑞今天的丢弃废纸堆里发现了这张便签。利用这个密钥，可在特定时间段内生成一个看似合法的临时浏览界面，截取所谓的操作日志，但这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且痕迹可查。许家瑞，你涉嫌商业欺诈、恶意诽谤以及入侵公司系统，技术证据链已经闭环，包括你刚才试图离席的动作，都已经记录在案。顾总，我只是想看看姐姐有没有出错，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呀。嘉瑞，你不仅想看我出错，还想毁了我。你说要寄给领导的附件，其实根本就不存在，因为你怕留下证据。你赌的是评委看到邮件后在现场发难，让我百口莫辩。可惜你太自信了，把密钥随手写在便签上。各位领导，数据已复核完毕，现在可以继续汇报了吗？接下来，我将从项目落地、核算成本和施工方案，以及收尾规划做最终汇报。本次项目整体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，施工参数全部达标，收尾阶段的安全预案也已经完全审批完成。你这份终审报表的数据和初审备案的数据完全对不上。核心成本数据严重虚高，施工配比参数错乱。按照你这份方案落地的话，项目会直接亏损，存在重大的工作失误。不可能，我终审前反复核对过，数据绝对不可能偏差的。文字上所有数字一目了然，白纸黑字，你还需要辩解吗？完了，终审出这么大的漏洞，肯定有追责。之前做的好好的，怎么最后关头出这么大的错误？你确定这不是你核对的最终版本？顾总，我100%确认，我昨天熬夜核对了3遍，所有数据精准无误，绝对不是这份错乱的文件。项目终审是重中之重，出现这种低级错误是严重的职务失职。按照公司规定，项目负责人需全权承担责任，降级处理扣除绩效，情节严重直接开除。各位领导，我姐她不是故意的，我姐最近刚离婚，她心情不好，在工作方面出现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只是这么重要的评审，因为个人情绪而影响项目的进程，这也太不负责了吧。是你偷偷调换了我的终审文件。姐，你怎么能冤枉我呢？我现在是在停职待岗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文件。你出错就出错，你没有必要栽赃给我吧。今天大家都在，你可不要乱说话。你工作失误，怎么还反倒怪起我来了？够了，出错不反省，反而胡乱甩锅。我没有出错，也没有甩锅，真的是有人恶意调换文件陷害我。
好了，先暂停所有追责定论，立刻调取昨天全天办公区监控、工位操作记录和对终审文件的访问记录。是，顾总。顾总，监控也查不出什么的。我真的没有碰过文件，您可千万别被我姐给误导了。有没有碰过，监控和系统记录说了算，不是你一张嘴就说了算。我愿意接受所有核查，如果最后查实是我的问题，我愿意接受公司所有处罚，绝不辩解。但如果是有人故意陷害，我也希望公司能顶风处理，还我清白。行，那就等着核查结果出来再做定夺。各位领导，核查结果已出，系统后台显示，昨晚21点15分，有人私自登录徐婉宁工位电脑，篡改了终审核心数据文件。同时段办公区监控清晰记录，徐家瑞私自折返办公区，停留工位5分钟，全程无工作对接行为。且门禁记录、楼层监控全程佐证。当时只有许家瑞一人具备作案条件。原来是真的被陷害了！我的天哪，亲妹妹算计亲姐姐一个人，也太恶毒了。顾总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。这个监控角度模糊，不能证明是我篡改的文件，你们可不能冤枉我。后台登录痕迹、文件修改 IP、监控画面，3重画面佐证，你还要继续狡辩吗？家瑞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哪怕你一次次针对我、抹黑我，我都念着我们的姐妹情分，一再包容你。终审项目是我熬了几个月的心血，你为了打压我，不惜毁掉公司项目，你的良心真的过得去吗？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凭什么你生来比我优秀？凭什么所有的人都向着你？你婚姻美满的时候我羡慕你，你工作顺利的时候我嫉妒你，你凭什么能永远压我一头？我就是要毁掉你的工作，我就是要毁掉你的一切，我就是不甘心！恶意篡改公司核心项目文件，蓄意陷害同事，扰乱公司重大工作进程，性质极度恶劣。徐克喜，开除许家瑞，永不录用，并且通知法务部立刻介入，追究其恶意破坏项目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依法追责到底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帮我跟顾总求求情，我不能被开除，我不能被追责呀！从你一次次处心积虑的害我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姐妹情分就已经断了。滚出去！本次项目失误纯属人为陷害，徐婉宁无任何工作失误，全程履职尽责，予以公开澄清，恢复所有名誉。经过后台全部数据复盘核对，徐婉宁提交的原始方案完整合规，数据零误差。此次蜂窝完全是人为恶意陷害，公司对你深表歉意。谢谢各位领导公正评判，我始终相信真相始终不会被恶意掩盖。城西项目是公司重点年度工程，能顶住压力完美落地。徐婉宁功不可没。即日起，恢复项目所有推进流程，如期启动落地施工。这也太厉害了！换谁遭遇这种暗算，早就垮掉了。全程凭实力，自证清白，不靠绯闻，不靠关系，这也太厉害了。我只是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
无愧于心，无愧岗位。基于你本次抗压能力、专业能力以及全程尽职的工作态度，公司给予专项项目奖金，全员公示表彰，记入年度优秀员工档案。谢谢顾总，谢谢公司认可。面对亲人被刺、职场构陷，依旧坚守底线、深耕工作，是所有员工的榜样。终于尘埃落定了，不用再紧绷着神经了。这段时间真的像做梦一样，婚姻破碎，亲人反目，职场暗算，层层叠叠的麻烦都是你一次次护着我。你的底气从来都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专业、善良，还有永不服输的韧劲。我只是公正的做了我该做的事情罢了。如果不是你坚持核查证据，不听信流言，我早就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我从始至终相信的只有你这个人。走吧。江总，离婚协议已经完全拟定完毕，财产分割，无共同债务，无抚养权纠纷。按照您的要求，徐家瑞女士净身出户。很好，尽快写好，让她签字。她既然执意要走，执意想靠外人撑腰，那我们就彻底两清。还有一件事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徐家瑞因恶意篡改企业项目文件，涉嫌商业侵权，被顾氏集团开除。公司法务已经正式提起诉讼，索赔金额不菲。起诉？佳宁只是年轻不懂事，一时糊涂。顾延琛犯得着赶尽杀绝吗？公司证据链完整，险些造成项目千万级亏损。追责是正规合法流程，没有回旋余地。原来我从头到尾都看错了人，我错把挑事的人当成了亲人，把隐忍善良的人逼到了绝境。我真是个畜生。我已经让律师拟好离婚协议。我随时可以签，这段婚姻我没有半点留恋。你就真的这么决绝？离开我，放弃姜太太的身份，你就一点都不后悔？后悔？我后悔的是这3年对你一味的妥协，一味的包容，换来的只有猜忌和伤害。我知道，之前是我委屈你。如果你现在愿意回头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回到那个永远被怀疑、被猜忌、被肆意羞辱的牢笼吗？江晨宇，告诉我，我现在已经重生了，不会重蹈覆辙。你真就这么狠心？你就从来没爱过我？曾经爱过，所以我忍了3年，但爱意早已被你的多疑、冷漠、偏见消磨殆尽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姐夫，姐夫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被起诉了，我要赔一大笔钱，我实在没有能力啊。事情发展到今天，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。
姐夫，我就是太嫉妒姐姐了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害她，我也没有想过要把事情闹大。姐夫，我求求你，你帮我跟顾总求求情好不好？让他撤诉好不好？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你以前不是最疼我的吗？我以前疼你，是因为我以为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没想到你满心恶毒，步步算计，一次次挑拨我和婉宁的关系，一次次构陷你的亲姐姐。如果不是你煽风点火，我和婉宁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，我也不会失去那个真心爱我的人。我只是不甘心。不开心，不甘心从来不是你作恶的借口。事情发展到今天，全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没有人能帮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要我了？为什么徐婉宁就能得到所有人的偏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离婚手续都已经办完了。彻底结束了。从此我只为自己活，不用讨好任何人，也不用委屈自己。以后都不会有人再欺负你、否定你了。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，在我众叛亲离、跌入谷底，是你一次次拉起我，护我周全。婉宁，我护你，从来都不是上司对员工的信任。顾总，从你认真工作、温柔善良，却屡屡被生活所辜负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守护你，爱着你。我见过你深夜加班的坚韧，也见过你受委屈的脆弱，还见过你直面恶意的勇敢。你值得这世间最美好的。我经历过背叛和破碎，本来对感情已经不再期待了。我愿意等，陪你治愈过往所有的伤痛。我不会猜忌你，不会冷暴力你，只会永远爱护你，守护你。好。恭喜徐婉宁女士凭借着出色的专业能力，圆满完成城西重点项目，荣获公司年度杰出员工称号。一路走来，我经历过误解、背叛、陷害和低谷。我曾以为人生只会充满委屈和遗憾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人这一生，唯有自强、自立、善良和坚守，才是最终的底气。不要依附于任何人，不要寄希望于别人的偏爱，自己争来的荣光才是最踏实、最持久的。感谢公司的平台，感谢公平的评判，也感谢从未放弃过的自己。你值得所有的繁花似锦，光芒万丈。所有难熬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，往后我都陪着你。有你在，就是最好的结局。